你好，我是阿力。那么今天的视频呢，你将会看到下面3个方面的内容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美国证监会啊，它马上就会批准一个比特币 ETF 的基金啊，这对于币圈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政府的议员们啊，陆陆续续透露出自己持有加密货币啊。那么第三呢，就是 Business Insider， 他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采访了一个美国币圈的大佬啊。那么这个大佬的名字呢，叫做 David Goldstein。他说，狗狗币在本轮牛市一定会站上$1。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呢，我的频道是专注于投资和赚钱，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关注我，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精彩的内容了。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啊。那么根据 Cointelegraph 的报道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已批准了 Vault 加密行业革命技术 ETF， 那么让投资者可以轻松接触到大量的持有比特币的公司。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呢，那么该交易所交易基金于本周二获得批准，旨在追踪所谓的比特币行业革命公司。那么这些公司被定义为持有大部分比特币净资产，或者说比特币采矿、借贷或者是交易中获得大部分收益的实体。那么招股书称啊，该基金80%的持股将分配给此类的公司。新的 ETF 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ARCA 上市，ARCA 上市，股票的代码是 BTCR。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多年来一直是在考虑是否批准他们的第一个比特币的 ETF。那么上周五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将4只比特币 ETF 的决定啊推迟45天公布。那么将 Global X 比特币信托、Valkyrie XBTO 比特币期货基金、Wisdom Tree 比特币信托和 Crypto比特币 ETF 的时间表推迟到了12月21日、12月8日、12月11日和12月24号。那么与其他实物支持的这个比特币 ETF 提案不同啊，新批准的这个 Vault 股票基金不追踪比特币的价格，也不托管该资产。相反呢，它寻求接触那些从比特币相关活动中获得很大一部分业务的这个公司进行投资。因此呢 Vault 产品是美国投资者目前最接近纯比特币 ETF 的产品。那么人们都很普遍的猜测啊 SEC 即将批准它的第一个的纯比特币的 ETF， 尽管呢可能规则会稍加的修改，但是呢随着监管机构继续酝酿现货比特币 ETF， 所以说未来几周可能会通过一个比特币期货等价物。那么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重要的日期，那么全部都是在12月份。我认为呢，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啊。那么在12月底，13.5万的比特币的这个期望值啊，很快就会因为比特币 ETF 基金的这个获批而锦上添花。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节目的第2部分啊，美国参议院候选人 Blake Masters 持有价值超过$100万的比特币啊。那么他除了这些比特币啊，他的投资组合里面呢，还有这个以太币。Dogecoin 狗狗币啊 Lite 币等大量的其他的山寨币。那么这还是一位这个候选人啊。那么还有一位女的参议员啊，她叫辛西娜卢米斯。那么接受媒体采访时，她透露在8月16日啊，今年的8月16日，他买了超过$10万的比特币。那么这并不是他呢第一次去购买这个比特币啊，在今年的6月29号的采访中，他说他持有5个比特币。那么最早的比特币购买的价格呢是$330一枚。那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些的目的呢，就让大家来看看这个世界上啊，不仅仅是这个商界的大佬们，他们已经在偷偷的这个囤积比特币了，那么连政界的大佬也在囤币了。而且呢，超乎我们大家想象的是啊，$330一枚的价格，那是2015年的价格。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政府打压这个比特币啊，他们的官员呢都在默默的行动了啊。毕竟呢，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对吧？那么大家想一想这背后的这个逻辑啊，你就会懂一些东西啊。那么我们现在来聊最后一个话题啊。那么今天美国著名的这个商业网站 Business Insider，他发表了一篇采访文章，他采访的这个对象呢叫 David Goldstein， 是美国的币圈大佬。那么这个人呢，他有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网站，推特的粉丝呢也是40多万。同时呢，他也是这个区块链网站PAC Global 的 CEO。那么他在采访中他说啊，
这个狗狗币在这一轮的牛市中啊，一定呢会站上$1啊。下面的说的都是引用他的原话。那么他说的这个狗狗币站上$1的理由呢，其实是非常的老生常谈，我们在频道中讲过很多次了。那么他就是说啊，这个狗狗币有以太坊创始人威神的背书啊，有狗狗币基金会的支持。那么如果说以太坊能够帮助狗狗币解决生态链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狗狗币就能上火星了，就是没有限制了，$1肯定是打不住的，那么直接奔向$3也不是在话下。当然了，他继续补充说，这$3的前提呢是现实世界中呢得到更多的这个应用，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公司支持狗币的支付使用啊。那么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总感觉这哥们儿啊是不是看过我的节目？跟我的观点呢是出奇的相似。那么接着呢，他又聊到了这个像史币这样的山寨币啊，他说呀，看这些币的暴涨啊，但是呢，除了这个画饼和造梦之外啊，啥也不是。那么如果说一个新币种出现了，它并没有出现相应的任何的一个应用，那么它活不过3年啊。那么你看，这就是我上期节目刚刚聊到的啊。那我觉得我的这个内容啊，可能是被他看到了。那么接着他又说啊，本轮牛市啊，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山寨币乱飞的时刻。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只需要拿住一个币就够了，多了呢也没啥用。所以说我们都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对这个最近狗狗币的表现啊表示一下谅解，因为这个基金会的团队啊在踏踏实实的在做事情啊，并不想在这个时候进行炒作，因为时机未到。那么大饼呢还没有上$10万，着什么急呢，对吧？那么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啊，这哥们儿呢还是一顿乱推荐了另外5个他认为很有潜力的币啊，分别是这个 ADA、DOT、SOL， 还有这个 LUNA， 最后一个是 Link。那么这5个币里面啊，最后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啊，就是 Chainlink。那么总之吧，这个 Business Insider 的采访呢，还是以狗狗币为切入点开始。那么这哥们儿聊的最多的呢，也是狗狗币。我们无法知道这是不是狗狗币的庄家在开始进行新一轮的造势。那么如果是要造势的话，那么我认为他们的切入点切入错了，不应该去采访这种所谓的币圈大佬，应该多去采访一下狗狗币基金会的同学们啊，那才是正道，对吧？那么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了，狗狗币基金会他们干的才是真正有利于狗狗币未来发展的事情。那么我希望啊，如果说刚刚我们提到这哥们儿啊，真的是有看我的节目的话，那么看完我这一期节目，他应该会有方向了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啊，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